晚上好，法兰克。晚上好，打包。你最近是不是要搬家了？没有，我已经搬完了。你搬完了，对，那你觉得新家怎么样呢？哇，一言难尽。为什么说一言难尽？因为我的新家虽然它是新的，而且也装潢的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小。很小，没错，它只有2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然后我自己的卧室是我原本的房间的一半的大小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小。你原本的房间的一半，那确实是稍微有点小了。对，只能放一张桌子、一张床、一个柜子，然后加上我做俯卧撑的一个大小就没了。那确实，对于舒适的生活来讲，可能是有一点点小。但是如果你平常不在房间里面，你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房间，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。对，我觉得是的，但我希望我的房间像你们的房间一样大。如果我如果我完全都在房间里面活动，不出去的话，我会觉得房间大一点比较好。如果没有其他的空间，比如说你刚刚说你还有个客厅，如果我没有客厅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这个房间有点太小。不行啊，现在哪里有人住的地方是没有客厅的？我其我其实之前有住过一个，跟别人一起合租的公寓，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客厅的，诶，它是把一个房子，分成了2间房间租给别人，然后呢，我住了其中一间，很小很小的一间，可能跟你现在的房间差不多大，也是一张床，然后那个床只有80公分，然后一张桌子就贴在床的旁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柜，我可能连做俯卧撑的地方都不太够。但没关系，这样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搬家很快就完成了。确实搬家很快就可以完成了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完全没有地方，比如说我想做个运动啊之类的，都没有办法。这种时候，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的小区里面它有健身房、有图书室、有大厅，我就只能坐电梯到楼下，到这些空间去弥补我房间的不足。那很好啊，确实，我之前的那个地方完全没有，它就只是在一个小区里面，然后有一栋楼，然后你只是租了那个房间，你只是租了那一个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大概知道。对，就是只有那个8个平方米的房间，很小很小。然后也没有什么图书室啦、健身房啦都没有，有点让我想起学生宿舍的大小。比学生宿舍还要小，哦，真的。但是因为上海的房租实在是太贵了，太贵了。所以当时就是只能租到那么小的一间房间。那你觉得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你会比较想一个人住，还是跟别人一起住呢？哇，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那我当然是，啊，我都可以。但是我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我希望能够跟别人一起住。
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我最近想要谈恋爱。你是只是想跟女朋友一起住啊？聊得来的话，好朋友也可以啊，只要大家同性的，就是聊得来的话也是可以。但是当然，你说有条件的话嘛，那我当然是许愿跟女朋友住。那那如果是你有条件的话，你会比较想要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是更喜欢那种乡下啊，还是更喜欢大城市里面呢？哇塞，以前被问到这种问题就会有无限的遐想，就会感觉好开心。但是现在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有点难过，因为已经知道现实的残酷了。有条件的话，对呀，有条件的话，哇塞，我我我不知道你呢？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对啊，我觉得你能说的比较具体，而且我觉得你回答出的那个答案，我一定也会喜欢的。我的话哦，如果我下一次想要搬家的话，我可能会希望它在城市和有风景之间，就是我喜欢大自然的风光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住在城市里面的话会比较方便，比如说我们要叫外卖啦，或者是买东西。如果我住在太乡下的地方，那肯定我平常去哪里买菜啦，去哪里买东西啦，可能都会比较麻烦。OK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城市里面那种车很多，然后噪音很多，然后空气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匆匆忙忙的，我不太喜欢那样子的感觉，对，你就是很经典的亚洲都市小孩，是吗？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就是我又想要有都市的氛围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人声鼎沸、嘈杂，或嗯者环境比较脏乱，我不喜欢。嗯但是我又喜欢乡下的那种宁静、那种嗯自然，但是太不方便，嗯，我也就是各不喜欢两边的缺点，对啊，这就是亚洲都市小孩的一个现状。是这样吗？我猜吧，因为我是觉得亚洲的大城市人都太多了，我嗯，觉得外国的大城市好像在我的刻板印象里面，我就觉得比较均衡平衡一点。你有没有去过东京街头？你知道那一个街口在同一个红绿灯最高可以有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下次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去东京涩谷的街头，你去看一看那个过马路的人真的是太多了。哇，涩谷高不可攀，太可怕了。你去旅游嘛，去玩一玩，去看一看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要搬家的话，你要自己来选你想住哪里的话，你选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嗯，我想住在 IKEA 里，这样就可以每天换一个风格的房间住，而且还有食物。对啊，然后晚上也很安静，就卖场食物，关了的时候。那你会不会赶出去啊？对啊，所以只是说有条件的话，最好就是把 IKEA 包下来，然后我就住在里面，然后大家都帮我装潢好了。对啊，每一个风格我都很喜欢。那我帮你想到一个办法，请说。你可以今天去这个朋友家住，然后明天去那个朋友家住。最后我会失去这些朋友。不会的，你如哦，果失去的话，那他们就不是你的真朋友。说的太好了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住？你随时可以来我家。诶，我上次听你说你家附近是不是有很漂亮的海滩？哎，对耶，这样一想起来，其实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幻想？因为可能我内心是比较满意我的新家的，因为我的家往西边骑大概10分钟的机车、摩托车，它就可以到达一个很漂亮的海滩，它叫月牙湾。然嗯，后呢，它是有沙滩，然后有人在那边冲浪的，然后在沙滩的门口吗？还是反正就入口处，
然后有人在敲爵士鼓，反正就很有感觉，然后又哇，很安静，而且蛮干净的海滩，所以我就蛮喜欢那个下午的。然后往右边骑的话，就是东边骑的话，大概15分钟就会骑到火车站，就是一个交通的枢纽，就蛮方便的。嗯哼。所以仔细一想，我家还蛮理想的。对啊，你家完全就是符合我刚刚说的，既有方便的地方，然后又有那种自然风光，不是吗？对耶，然后往上就是往北骑的话，大概也要快嗯10分钟，就是黄昏市场，就是菜市场。对啊，其嗯哼，实还不错。对啊，那很好啊。现在就剩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嗯哼，就是要找到工作。找工作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找工作这件事情不是很急，因为要到上班的地方，对我来说。就会考虑到距离了，还是想要离家近一点，但是又不敢保证，应该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应该也是能找到的。对啊，到时候再看吧。半个小时的车程对于在上海的人来说，算是比较近的了。太可怕了，上海。我之前不是从上海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吗？苏州。是。然后我呢，在苏州的很郊区的地方，然后我家离苏州的市中心开车的话，大概40分钟的距离。然后我去到上海的话，嗯，可能去到我以前工作的地方要开车开1个小时30分钟，哇塞，嗯，很远。所以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每天就要花很多时间在路上，因为真的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。但是呢，我又是跟着我爸爸妈妈一起搬家的，我没有自己租房子。所以我每天就是花3个多小时在上班跟下班。哇，太可怕了。对啊，我之前是住在上海的嘛，对。当时上班的时间就还好，可能40分钟坐地铁。哇塞。后来搬到这里来之后，我还是在之前的地方上班，但是那个距离、那个时间真的太长了，有一点受不了。对啊，你说的还是单程的时间，还不是来回的时间。不是，是来回，哦，来回对，三个来回三个小时。小时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搬到哪里去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其实还是很重要。它关乎到你要上班花的时间有多长，对吧？然后你去买东西方不方便，去哪里玩方不方便，跟朋友见面的时间要花多久。对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生中搬不了几次家，可能除非你是一直要租房子换房子，才会比较频繁的搬家。如果是买房子，一生中我觉得搬个3次家可能都很厉害了。很多了，确实是。你搬过几次家？哇，那肯定是2只手数不过来了，应该。对。这么多吗？因为我我妈这边搬过至少5次，我爸这边一直在上海租房子。嗯哼。我在上海的15年，嗯哼。肯定也是至少超过5次了，所哦，以我觉得加起来这样有超过10次。那你搬家还是搬得很多诶。没错，所以我现在很开心，就应该可以一阵子不用搬家了。你是不喜欢换地方的人，对吗？我非常喜欢啊。但如果要是有哆啦 A 梦的百宝袋，就这样可以放一下，然后收纳，然后到那边拿出来，那我就很喜欢换地方。但现实没有办法。我其实也是挺喜欢换地方的。我发现我现在可
可能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都不在家，就是我偶尔会去上海，就是去男朋友家，或者是这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家， OK，我会到各种朋友家住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个好处是，我在换环境的同时，我又不用带太多东西，就是算一个迷你搬家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以我会很喜欢这种每次到一个新地方的那种带给我新鲜的感觉，然后跟不一样的朋友、不一样的人见面。那这还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来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。如果是你搬家的话，你会更喜欢城市，还是更喜欢自然的风光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